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正经参考的频道。那么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涉及的品种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从我给大家展示这个网页，大家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分享的视频有205支。那么其他文字性的回复也是很多，图文的话大概有15支。那么这就是咱们目前这个频道至今所达成的这个结果。同时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频道，把波浪理论的结构和形态来分享给大家。那下来我们步入今天的正题。咱们今天开始要说的第二个品种是来自于咱们的社群约稿这个朋友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港股中芯国际的一个整体走势。其实上一次我们在4月14号对于港股的中芯国际已经进行了大结构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对于前期大结构波浪形态具体的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一下4月14号的一个结构分析。这里我们长话短说只说一下，目前这是大一浪、大二浪，目前处在大三浪当中。这里是一浪，长时间升幅调整的二浪，以及当前处在这个三浪当中。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跟踪这个三浪运行在了哪一个结构和形态当中。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周线图来看，此次这个二浪的结束点或者是三浪的起点，它最低点是在 13.88， 从 13.88 开始，它正式步入到这个大三浪的整体走势当中。那这里我们从周线上来看，这个三浪的内部结构形态也是比较清晰的。目前能见到的就是这个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当前是处在这个三浪四和三浪五的这个转折期，调整低点的32，高点的33，目前回撤的34，后期可能还有一个35，三浪五。支撑以上这种看法的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之前应该是在上个月中旬的低点 38.65 这个点位是一个多空节点，此处不能跌破。那么一旦跌破的话，说明前期的整体这个三浪内部形态走完了市场是直接从这个高点大致是从 59.70 开始，它就已经步入到月线的大四浪调整期。这里我们只是按照就是概率最大的一种预期去判断这个上涨走势没有结束那么当前我们通过周线的划分，那我们也知道了处于这个34到35的一个转折期。那下来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看一下它短期的这个运行的一个结构。短期的运行结构它可能会在当前的这个相对低位还是处在一个反复筑底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看能否从相对的这个区间底部形成新一波的一个上涨走势。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这个趋势线，大家可能会更明确当前所处的这个位置。那通过这种划分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说了，多空节点在 38.65， 但是实际的支撑是位于 39.60， 或者说是直接向上突破了这个上方曲线的压制也就是突破上一次的高点，点是在48。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可能它还会在这个区间反复震荡，才会有可能向上。所以下方如果再次出现回落，我们继续关注这个 39.60 的这个位置，以及它的防守位置 38.65 这个低点。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我们是可以建立底仓清仓去尝试博取最后这个三浪五的一个上涨走势的。这是方案一。方案二，回撤不到位，直接向上突破48，也可以再次跟进这个多头走势。那就说明一点，这个三浪五的走势它已经提前启动。既然提前启动的话，由于后期我们整体是看前期前高 59.60， 甚至于会突破 59.60， 所以这个空间从48到59大致有10块钱的这样一个空间，将近 20%， 清仓一样可以去参与。此处就是目前两种预期方案这是我们说的看涨的预期方案。但是我们做任何的一种的这种交易方案都要想到一个最差的情况最差的情况就是当前的这波从 13.88 到 59.60， 由于跌破 38.65 或者说是跌破 37.10 提前结束了。如果提前结束，那么后期它会步入到更大级别的一个大四浪的回撤整理期。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也是回落到位。那么后期它整体的发展的一个结构可能会参考这个大二浪的一个结构，在相对的高位开始
它再运行出来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横向整理形态那么整体的分析结论就要发生一些改变。所以为什么我这里也说了这个 38.65 比较关键的原因在于此。我们再切换到这个周线图，如果向下发展，那么就意味着此处从 59.60 这是下跌的 A 浪，此处是反弹的 B 浪，后面还会有一个下跌的 C 浪出现，这就是当前我做的最坏的一种方案的打算。当然好的我们要看到不好的情况我们一样要看到，尽量保持一种客观的心态，这样才能不受到短期波动的一个影响。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关于这个社群约稿港股中芯国际的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